普通人从负债或者零资产迈向财务自由，可以参考这4个关键原则。首先，拥有资产，不要单靠出售自己的时间来换取收入，你需要拥有能够持续产生收入的资产，比如说房产、股票或者是生意等等。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如何致富，如何实现你的财务自由。我会分享我在积累财富过程中最主要的4个关键原则。你好，我是建平，我是艾拉。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投资理财的基础知识，让你轻轻松松掌握投资理财的技巧。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必须要拥有资产，单靠出售你的时间是无法让你变得富有的。即使是做律师或者是程序员这种高工资、高收入的职业，本质上也是通过牺牲时间来换取金钱的，他们的收入和时间是绑定的。也就是说，今天一旦停止工作，那么收入也就会立即停止了。所以，如果你想要致富，或者想要有一定程度的财务稳定的话，你就必须要拥有资产。而这些资产呢，可以是租给别人的房子、上市公司的股票，又或者是你自己亲手打造的生意，或者是品牌价值等等。简单来说，就是那些让你在睡觉休息的时候也依然可以正常的运作，会给你带来现金收入的资产。当然了，大部分的人啊，在刚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难免还是需要付出时间来换取金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累积资产这个概念排在优先考虑就很重要了。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你在金钱上面的每一个决定都很有可能会影响你接下来10年的经济的状况，所以不要把钱花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面。很多人喜欢提前消费，其实就是用还没有赚到的钱去提前买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一些我们本来就不喜欢的人的赞同。你可以想想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行为。很多人随着收入的增加，想要得到外界的认同感，就会购买更好的车、更好的家具、更贵的手表，一味的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准，追求光鲜生活，甚至是借贷消费，然后用未来10几年的工资来偿还各种贷款、各种信用卡账单。可以想象一下，在你40多岁的时候还在为20多岁的自己做过的一些决定还贷款，这种生活困境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要的，是吧？所以我认为你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自由，而不是一个用高消费和债务堆积出来的生活假象。我建议你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不要急着去提升你自己的生活品质，保持低调的生活，专注于积累和打造你的资产。如果你愿意投入一些时间去学习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简单的投资工具是能够帮助你取得一个不错的长期回报的。像是沪深300指数型 ETF 就是一种相对安全且稳定的投资工具了。用10年的长度来看，每一年的平均回报大概就有6%的收益。在支付宝上面设定一个简单的定期定额投资，再加上复利效应，长期下来你的财务状况就会比大部分的人好许多了。当然啦，如果想要获得比市场的平均回报来得更高的话，那你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了，像是研究股票基金呀，学会阅读公司的财务报告呀，了解各种经济数据指标背后的含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你亲自下水去投资了才会有所体会的。而投资永远都是需要经过大量的研究和风险考量而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由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不要相信有快速致富的东西，那只不过是别人想要从你身上赚钱而已。接下来第2个原则就是运用独特的个人特长来打造你的资产，比如说创业。说到创业，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找最赚钱、最热门的行业去开始。其实我认为你应该往自己的独特的专长去思考，围绕你的特长来打造产品或者个人品牌。而这里说的特长，不是说你大学念的什么专业，而是说包括你的兴趣爱好、对事物的独特看法、个人的经验、价值观以及你关心的事物等等。所有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会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互联网的出现就扩大了职业生涯的可能性，不过很多人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件事情而已。
凯文·凯利就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叫做《1000名铁杆粉丝理论》。他认为啊，在互联网时代，成功创业是不需要大量资源的，你不需要拥有100万的资本，不需要拥有100万的客户或者粉丝。无论你想成为一名小说家、摄影师、音乐人、美甲师、游戏直播或者其他任何领域都可以。你只需要100个铁杆粉丝或者是忠实的客户就足够了。而这里说的忠实的客户，意思就是指那些真心喜欢你的产品或者认可你、支持你创作的人，而同时啊，他们也能够在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当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价值和体验感。凯文·凯利在文章里面还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你每年都能够推出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的售价是100元，而这1000位忠实的粉丝愿意向你购买，那你一年的收入就有10万块钱。这笔收入啊，足够让你在做自己喜欢事业的同时养活自己。网络让世界各地的人能够互相连接起来，这就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可以这么说啊，在互联网上面，无论你是打造实体产品、思想内容，或者是各种冷门的活动，所有被制造出来或者想象出来的东西，都至少可以让100万个人当中的1个人产生兴趣的。也许你养猫很有心得，对化妆很有研究，很擅长分析股票，喜欢收集鞋子等等，是什么东西你都能够在网络上面找到你的受众，围绕着你独有的兴趣和知识，在网络上面进行独特的自我表达。你可以分享你的创业过程遇到的问题、学到的东西、经历过的事情等等，都会吸引到跟你有共同想法的人呢。接下来到第3个原则，懂得使用杠杆。所谓的杠杆就是使用各种手段或者工具来放大你的价值输出。在人类早期社会是没有杠杆这个概念。如果我花8个小时工作、砍柴、挑水，那我得到的就是8小时的劳动成果。投入和产出是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而后来啊，人们发明了资本、工厂以及各种提高效率的方法，人类社会也就进入了杠杆时代。我认为啊，在商业世界，杠杆主要方式可以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啊，叫做劳动力，也就是说请人来帮你工作，这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杠杆方式，因为很容易理解。比如说请10个人来帮你工作，就比你1个人单独工作要来得更有效率。不过啊，也不要过度的追求劳动力杠杆，尽管啊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的父母感到自豪，因为你当了一名老板。但是啊，因为管理人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管理的问题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没有妥善处理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业务失败，甚至内外不和的困境。第2种杠杆就是资本杠杆，也就是用钱来放大你的价值，让钱来为你工作。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可以相对容易的在各种资本市场上获得巨大的收益。比如说把资金投入到高潜力的初创公司，这就是一种非常棒的利用杠杆来获得高额收益的一种方式。第4个原则，获得运气。很多人会把成功归功于个人的运气上面，当然运气是很重要的，但它并不是全部。我认为运气可以大致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就是单纯的运气，就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你完全无法控制的运气，比如说中彩票啦，或者是突然抽到大奖。第2种运气呢，就来自于个人的坚持了，投入大量的努力所获得的。那就好像你在做科学实验那样，你不断的把不同的原材料混合在一起，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也许你尝试了100次都不尽人意，但是就在101次的尝试，你就获得了突破。简单来说，就是你尝试的越多，你遇到好运的概率就越大。这听起来有点鸡汤，但是从概率上面来看，很多事情确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成一件事情的话，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你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至少尝试100次，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继续下去。这种心理暗示呢，可以让你在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耐心。第3种运气啊，就是擅长发现好运。如果你对某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那么当这个领域出现一些机会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且采取行动。
这个时候，其他不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可能还会无动于衷。比如说，对股票市场很有研究的人呢，对经济变动会更加的敏感，能够比一般人更早的发现机会，并且提前进场投资那些有潜力的公司。而随着公司业绩的公布呀，股票上涨，从而大赚一笔，这就是增加对好运的敏感性。也就是那句老话说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总而言之啊，普通人从负债或者零资产迈向财务自由，可以参考这4个关键原则。我再来总结一次啊，首先拥有资产，不要单靠出售自己的时间来换取收入，你需要拥有能够持续产生收入的资产，比如说房产、股票或者是生意等等。而且年轻时候应该优先考虑积累资产，而非过度消费或者提前消费。第二个就是利用自己的专长来打造资产，围绕自己的兴趣、经验和特长来创业或者打造个人的品牌。第三个，善于利用杠杆，运用劳动力和资本这2种方法来放大自己的价值输出。第四就是获得运气，持续的努力和不可或缺的运气才能造就你早日的成功。只要我们学会长期思维，并且保持清晰的目标，持续行动，财富自由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于正在成长和奋斗的你有所启发，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致富之道。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点赞，分享给更多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拜拜。